结构在书法上又称结体、结字，指的是呢字的笔画安排和布置形式。结构在书法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行书练习练好结构非常重要。元代书法家赵孟頫说：“书法以用笔为上，而结字亦须工。”这个意思就是说用笔固然重要，但结字、结体要工整、规矩。怎么进行行书的结构练习呢？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：一是独体字，二是合体字，三是变体字，四是几种技巧。独体字是由基本笔画组成，独立而不可分割的字。在书写时，笔道要相对粗壮一些，结构要宽博一些。我们来示范一下。独体字，公，九，日，月，大，小，上，下，山，水，口，也，人，不，时，这是独体字。合体字是由2个以上结构单位组成的字。书写的时候要注意比例的协调。根据合体字的特点，大致可以分为5类。一是上下结构的字，上下结构。思，罢，节，无，物，思想的思，作为上下结构字，田字和心字基本上各占1半的比例，而罢字是上半部分小，下半部分大；节字是上半部分大，下半部分小。其次呢，特点也有如此。这是上下结构，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。左右结构，
林，树林的林。灵，彩，光彩的彩。弘，弘扬的弘。晚，早晚的晚。书写左右结构的字，林字左右结构基本上比例是一样的，左边、右边各占1半的比例。灵字是左边小，右边大，而彩字呢是左边大，右边小。书写左右结构的字和上下结构字一样，它们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。果，序，庸，蒙，上中下结构和上下结构也一样，它的比例啊是不同的。比如说意义的义字，这3个部分啊，基本上各占1/3，而其他则不一样。你比如说这个庸字，是中间的口字呢要稍小一些，而国字是上部分占的比例要小，下2边部分占的比例要大。左中右结构，模糊的糊，宁，凝聚的凝，侯，辨，辨别的辨，玉，左中右结构，模糊的糊字呢，这个米、谷、月各占1/3，大致为止。而宁呢，是左边这一部分呀占的比例小，中间和右边占的比例大，其他以此类推，各有自己的比例大小不一样。圆，司，司令的司，同，同志的同，忧，
国家的国。包围结构，圆字是左上包围，司令的司字是右上包围，筒字和 U 字是三面包围，一个是在下边这个露出口来，一个是在上边露出口来，而国家的国呢是全包围。包围结构它也是包围的面积、范围它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合体字的5种主要形式。行书的章法练习：集画成字，集字成行，集行成篇。字要讲字形，行要讲行气，篇章要讲章法。我们说，研究字与字、行与行整篇作品的安排、搭配关系的方法，就是章法，又可以叫做谋篇布局、布白。在学习结字结构的基础上，需要进一步了解行气、章法的问题。我们只有注意在书写的时候前后呼应、血脉相连、贯气贯势，才能做到字里金声、行间寓韵、篇章生辉。那么怎么进行章法练习呢？我们可以从行气和章法以及章法练习的主要原则来分析。